这篇报道上说，我和穆婉清小姐有不寻常的关系。众所周知，下个月初8就是穆婉清小姐和徐光耀先生的订婚仪式。这婚姻大事不能儿戏，本着对2位新人负责任的态度，我决定，在穆婉清小姐出嫁之前，对于这篇报道做2点澄清。第一，这篇报道用暧昧关系形容我和穆婉清小姐，实在是欲盖弥彰了。所以我今天决定在这儿宣布，穆婉清小姐是我要追求的人。虽然她还没有答应我，但是我相信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第二，我认为，即便穆婉清小姐和徐光耀先生已经有了婚约，但是在2人尚未订婚之前，我仍然有权利追求穆婉清小姐。所以，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距离他们的订婚仪式还有8天。如果我能在这8天的时间里打动穆婉清小姐的心，那么徐光耀先生就要祝福我。如果我没有做到，我也会祝福他们。督办，许督办，哎，光耀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对你一直坦诚相待，你凭什么用这种下流的手段对我？超，你对我坦诚相待，那我也对你坦诚相待。婉清她不喜欢你，她喜欢的人是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看见这个了吗？你跟婉清在办公室朝夕相对，你应该记得她脖子上戴的这个平安符。这是在法源寺求的，她求了2个。你凭什么？我和他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为了他，连命都不要，你凭什么？凭我懂的。是，你是天之骄子，众星拱月，但是你不懂得这10年来受的委屈，你更不懂他在穆家的处境。当初他被穆婉婷设计，差点被崔杰那个流氓侵犯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什么？你想到的只是把他带在身边，当你的私人秘书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婉清是无辜的，他为什么要退让？为什么要妥协？而我要为他做什么？我愿意为他扳倒所有伤害他的人。你说我凭什么？原来你早就对他……对，我早就对他动心思了。他这辈子只能是老子的女人，你放手吧。我和他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以为区一个平安符，穆公会承认你这个女婿吗？可是他不爱你啊。他会爱上我的，只要我和他成亲以后，我足够对他好，他会爱上我的。你不是这种人。是，从小到大我都温和谦让，但是这一次，我不打算让路。我追求我喜欢的幸福有错吗？你凭什么认为我给不了他幸福？你能给的，我都能给；你给不了的，我也能给。我凭什么要让？凭什么？就凭他不可能爱你。
这一拳，我不还手，不是因为我理亏，因为你不知情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你这辈子只能是他哥哥，因为你们徐家欠他一个哥哥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跟我去个地方，你就知道了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也知道。他毕竟是你的父亲，但是他多次暗杀闵大成，甚至想杀死穆婉婷，就是为了掩盖当年的罪行。还有，上次在医院的时候，那2个刺客对你手下留情，你应该有所感觉吧？令尊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如果你想保住婉清的命，就不要把你听到的、看到的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你的父亲。谭司令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说，你真的爱他吗？爱，有多爱？嗨，老子天不怕地不怕一辈子了，但遇见他，我知道什么叫怕了。不敢死，怕他会伤心，更不敢输，怕给不了他幸福。记住你今天说的，好好待他。高瑶兄，放心，我愿意为他挡住所有的黑暗，更愿意为他在黑暗中找到最后一丝光明。我只是希望他幸福，哪怕这幸福里没有我。安青有你，是他的幸福，真的。希望你也能成为他的幸福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。我该走了。我想跟他告别。好。到这边。
去吧。光耀哥，谭司令都告诉我了，我知道，比起跟你受的伤害来讲，道歉实在是微不足道。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，对不起，安琪。光耀哥，你父亲做的事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这句对不起，不应该由你来说。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哥哥，我很高兴。你别这么说，你的好，值得所有人的仰慕和喜欢。能被你当作妹妹一样疼爱，是我这一辈子的福气。谢谢你。你爱他，对吗？那我祝福你。我要回悦城了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总不能让我白等这10年吧。以后，我还是你的光耀哥哥。只要你需要我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。谢谢。再见，婉琪。放心吧。没事吧？那边有人盯着，我们离开这儿。但我们去哪儿啊？现在，这些探子肯定会把我们的位置报给徐伯爵。闵大城藏身的地方有危险，我们得转移他。走吧。兄弟们，
今天都给我好好玩玩，吃喝都算我的，啊！但是有一样啊，不能给我瞎搞。谢司令，走，走，陪他去。我操，没来过。来吧，婉清，我们喝一杯。别紧张，有你男人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我知道你天不怕地不怕。我现在最怕的就是你不理我。你又不正经。都准备好了。来吧，我的穆小姐，请您跳支舞。怎么不早告诉我要跳舞啊？现在说也不迟啊，来。你说你一直在带兵打仗，那你怎么会跳舞啊？唉，这也是没办法呀。这几年不光要打仗，还要搞交际，就陪那些阔太太们跳跳舞、打打牌什么的，很辛苦的。歪门邪道，怪不得你那么油嘴滑舌。我骗你的，你还真信？那你听好了，以后有我在呢，你不用替谁打仗，你也不要去求谁给你出钱。我和整个穆家都是你的后盾。那就是你养我了？当然啦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穆小姐就是我谭玄林的人了。好。来人！快点给老子救火！救火！快！救火！水！快点！快！救火！快点！快！没火了！快呀！快！行了，兄弟们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给我好好玩。走！干嘛还出这个风头啊？盯着你的人还不够？
我就是想要在舞会上比徐光耀出的风头大，我就是要盖过他。以后啊，谁再提起穆家大小姐，不会再想起穆家舞会，只会想起百乐门。没想到不仅无赖，还幼稚。徐副官，什么情况啊？让你亲自来查。谭司令，穆小姐，二位可真是够有雅兴的。我们刚刚接到举报，说百乐门里混进了革命党，巡捕房正在搜查。若真是属实，那可就是谭司令玩忽职守了。哟，这还没搜到证据呢，就这么快给我定罪名了？没有最好。谭司令是督军的门生，还是谨言慎行为好啊。好，谢谢副官的提醒。司令，婉清小姐到了。婉清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穆公馆门口都被记者给堵了，谭四带了好几个兵才把我接出来。那不比上次你和徐光耀跳舞轰动多了吗？还不是拜你所赐，还嬉皮笑脸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们总算是能光明正大的出双入对了。我做梦都要笑出声了。我的谭司令，谁笑到最后，谁才是赢家。来，但是呢，想要笑到最后，就得陪我去趟北京。去北京干嘛？司令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嗯。你们有事儿吗？那我们就在门口，谭司令有需要随时吩咐我们。好。这两个都是徐伯钧派来的吧？没错。那卷胶片你到底放在哪儿了？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？放心，我们家司令大人从来都是运筹帷幄。长得还挺好看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自恋。哎，刚刚那两个人来翻了一个底朝天，也没有找到。你到底把胶片放哪儿了？你猜？箱子夹层。箱子夹层连你都能发现，我有这么蠢吗？什么叫做连我都能发现？未必你比我聪明啊。对呀，当初你拿了我的布防图，把你都赔给我了，你说谁聪明啊？那你到底放在哪儿了？这样，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如果你赢了，我给你一个奖励，
如果你猜错，那就得给我一个。你怎么可以让四小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？哎，她精明得很，这种瞒天过海、暗度陈仓的事儿，她习惯了。哎，话说回来，我的那个奖励是不是应该兑现了？什么奖励啊？那要是我赢了呢？你要给我什么奖励？你赢了呀！你这不是无赖吗？这是公平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之前盯四小姐那么紧，她去找裴少君，你死活不准。现在她要去北京，你倒是准了。那徐伯君盯我盯得那么紧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如果是你，有办法吗？亏得四小姐愿意帮你的忙。她，她巴不得去北京去见裴少君。真是亲兄妹都爱折腾。我们不是爱折腾，我是他唯一的哥哥。如果我把他养在深闺之中，不让他经历任何的风雨，那他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世道人心。所以，想让他平安一世，必须让他见识见识，知道审时度势。你是个好哥哥。真是我的好老婆，都知道心疼小姑子了。谁要嫁给你了？哎，不是，那亲都亲了，报纸也上了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可没人要你了，啊？二哥，立正。裴督军，你能亲自前来迎接，谭某倍感荣幸。谭司令，如今已是名副其实的上海王，难得陪幕府监军北上来京，我裴某当然要尽到地主之谊了。督军，我此次前来呢，是为了带舍妹回去。这个丫头私自跑出去，给您添了不少麻烦。我这个当哥的，真的是羞愧万分。麻烦谈不上。谭小姐性格活泼、爽快，与我老裴很是投缘。我们俩现在已是忘年交了啊！谭司令、穆小姐，督军府内早已备下薄酒，专为二位接风洗尘，请。请。裴伯父，请。你看这丫头，二哥，行啊，马屁拍得挺响啊。这可是我未来公爹，我不得好好巴结巴结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办完，立马给我回去。这又不是你的地盘，我回不回去，你说的不算。好了，去吧。你们去督军府附近盯紧唐玄女，我去给徐副官拍电报，有事我们悦城会馆碰头。好。哎，小四，怎么没看见你那心心念念的裴少君啊？哎，你可别提了，他把裴督军给惹了，现在被关了禁闭。他都被他爹关禁闭了，你倒是在裴军面前混得风生水起啊，厉害啊！那可不，你还不了解你妹妹吗？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是我想讨好的人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年纪不大，本事不小啊。二哥，那我可没您老奸巨猾，连上海第一千金都能骗到手，厉害。
嫂子，回去收拾你。我告诉你二哥，我现在可是有嫂子的人了，你要是再敢打我，我就让我嫂子收拾你。嫂子，我二哥怎么把你骗到手的？你不该问的别问啊。这是谭司令上任之后头一回来北京，高兴，喝酒，来，大家伙共同举杯。裴督军盛情，谭某确知不恭了。请。穆小姐，你和谭司令的事情，裴某早有耳闻。美人配英雄，可喜可贺。谢谢裴督军，我和谭司令在上海还小心翼翼，我们的关系登报以来，您是第一个祝福我们的。应该的，男女之事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只要你俩高兴，天王老子都管不着。徐伯钧这个老贼想利用权势逼你就范，这是他理亏。我裴某人虽然是个粗人，却也见不得这种棒打鸳鸯的下作手段。裴督军，既然您不愿意棒打鸳鸯，那我跟你儿子裴公子这事儿……小四，嘴闭上。哎呀，裴督军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丫头啊，从小就欠管教。哥，如果都有冒犯，我替她给您道歉了。哪儿的话，不足挂齿。我没冒犯，裴伯父挺喜欢我的。说的一点儿都不错。我很喜欢她，这个小丫头还真是让人疼。这千里迢迢的到北京来看我，还特意给我带来了一份见面礼。裴督军，单独聊聊。好，左参谋，招呼大家喝酒啊！穆小姐，先失陪。请。请。嫂子，我哥不会有事儿吧？没事，你哥啊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，他心里都有数，放心啊。好，谭司令。哥。我明天就让高等审判厅启动重审，并给岳城督军府发传票，传徐伯钧马上赴京，配合审查。裴督军放心，人证交给我，绝对不会出岔子。今天酒喝的不尽兴不算啊，等扳倒了徐伯钧，我们再庆功畅饮。好。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原来这男人不仅善变，还反复无常。二哥，你和裴督军到底怎么回事？明明你们刚才还动刀动枪的，这怎么突然间就勾肩搭背了？你们俩这关系还真是扑朔迷离。学着点吧，大人的世界你不懂，大人的世界就是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别逗四小姐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办妥了。他答应事成之后不会染指上海。果然你吃准了他的心思，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。不是嫂子，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懂了呀？这你们俩关系不是不好吗？他怎么跟你妥协了？他拿枪顶着我，就是想找到闵大成，想把利益一个人全部吞掉。那你交了吗？你傻呀！我当然不能交，而且我还把闵大成藏在一个他想带走都带不走的地方。
这北京还有裴督军找不着的地方？我不信。就是外国使馆。二哥，你还真是老奸巨猾。但是，我哥这么算计裴督军，这万一他以为我俩是一种人，那我在我未来公爹心目中的形象，不全让你给败坏了吗？什么公爹？事成之后赶紧给我回去，知道吗？回什么回？嫂子，你看我哥他逗我，哎，光老弱妇孺我就占了3样，你好意思吗你？嫂子，你看他还逗我，逗找死呢是吧？我没揍你是吧？你等着！那个死丫头，早知道她这样，我就应该把她带在身边。你不知道你刚刚不在的时候，他多担心你。他呀，就是嘴巴硬。婉清，我跟你说，事成之后，如果他不愿意回上海，你要帮我好好劝劝他。总之，他不能留在这儿了。他还让我劝你呢，你们两兄妹闹别扭，让我一个外人在这左右为难。你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可是我未来的老婆、未婚妻，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不会是想要反悔吧？那我可要盖个戳，宣誓一下所有权了。你别闹，这里这么多人，被看见了不好。就是让他们看的。哎，你挠我！哎，你别动，别跑！这个谭玄礼还真是没羞没臊。他是想告诉我们，因为穆婉清，他和徐家明面上的那点体面早已被撕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对付徐伯钧，他是我们最好的盟友。但是这小子诡计多端，心思叵测，不是可交之人。因利而聚，利尽而散。我要用他手里的那副好牌，认认真真的胡上一把。谢谢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在这都坐了半个小时了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徐伯钧派徐远代为出庭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高等审判庭既然决定重审，他如果拒绝出庭，岂不是不打自招？他自己不来，派个副官来，就算输了官司，也没有性命之忧啊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但是问题就在于，他为什么要派徐远来？慢点。没事。你想啊，我们现在人证物证俱全，不过徐伯钧肯定是心知肚明，这次翻案肯定是我和裴勋一起想联手搞垮他。如果他什么都不做，那肯定是输定了。如果他以生病为由，拖延开庭的时间，那就能为自己争取到挽回局面的时间。可是现在呢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陷自己于被动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其实，我早就做好了徐伯钧拒不出庭的准备。这徐家的眼线一路跟着我们。我带裴勋去大使馆找闵大成的时候，我还故意给他们留了破绽。我原本以为，这徐伯钧会先设法杀掉闵大成，只要他在使馆区动手，我就能立马抓他个现行。即便徐伯钧拒不出庭，我们也能立刻开庭审理他谋杀证人一案，顺便连带出10年前的旧案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，
这么爽快的就派自己的亲信徐远出庭，没道理。除非他派徐远来，就是为了挽回局面。回来了，来，坐。怎么样？他没有为难你吧？累死我了。哎，躺。谈妥了吗？谈妥了。那谈妥了，怎么一脸不高兴啊？见过贪的，也没见过裴勋这么贪的，1分钱不出，活全我干，给他8成还嫌少。果然最狠的还是这些拿枪杆子的，这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啊！夫人呐，那你说的这些拿枪杆子的，包不包括我呀？你呀，你不仅让我赚不到钱，还让我倒贴钱。哎呀，夫人辛苦了啊！谁让我说了我要养你一辈子呢？话都说出口了，也只能认栽啦。真好。二哥，原来你一直靠嫂子养啊！坐过去。那你不是成吃软饭呢？贾斯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啊！哦，你的公公真的够贪的。你的裴公子呢？哦，对了，那个裴勋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庭啊？没说，他只说一定会给我们穆家一个公道。公道，半真半假吧，但是商号分红可是源源不断的好处。我估计裴勋不会再与徐伯钧勾结，胜算会在我们这边。胜算是有，就是太贵。嫂子，你别嫌贵。你想啊，这我要是跟裴公子在一起了，那咱们都是自己人。俗话说得好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死丫头，胳膊肘往外拐，你还真把裴家当婆家了？二哥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我不过是帮裴家多说2句话，你就说我胳膊肘往外拐。可是嫂子还没跟你成亲呢，就给你花这么多钱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嫂子也胳膊肘往外拐了？皮痒了是吧？啊，是不是皮痒了？啊！走了，拜拜。你别走，别走！臭丫头！你说谁胳膊肘往外拐？谁啊？夫人，来，消消气儿啊，消消气儿。夫人最辛苦了啊，深明大义，我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了。来，夫人喝茶。汤哦。好嘞。谢谢。玄林，怎么样了？抓到徐伯钧了吗？对不起啊，让他跑了。没关系，你已经让大家知道了真相，哥哥也沉冤昭雪了。可是我还是没能给你一个真正的公道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廖先生，闵大成去按手印了，等判决书下来，你就可以带他回上海。多谢廖先生，多谢您帮忙。举手之劳。听说徐伯钧跑了。日本领事馆以保护侨民为由，
把人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带走了。那个日本领事抬出外交豁免权和领事裁判权对我们施压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徐伯钧上了日本领事馆的车，我却无能为力。这也不怪你，就连裴勋都不敢跟日本人硬顶，是换成谁都是无能为力。那个日本领事还说了，我们中国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，偏偏要低人一等，为什么呀，廖先生？裴勋带了那么多兵，在日本人面前连屁都不敢放。廖先生，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我们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列强，除军阀，让中国不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，我费尽心思做的这些事情，是对还是错？你让真相大白于天下，怎么会是错呢？是啊，这裴勋和徐伯钧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。一旦徐伯钧不肯下野，那裴徐两家必有一战。到时候又有多少士兵和百姓要枉死？是我搅动的这场战争，而承担后果的却是他们。你说，我是对还是错？玄林，让百姓受苦、士兵枉死的是裴勋跟徐伯钧，不是你。可是这个尔虞我诈、血雨腥风的年代，会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裹在其中。倾巢之下焉有完卵？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。怎么样，嫂子？放心，哇，嫂子，这次多亏有你在。就我二哥那倔脾气，这次脾气能这么好，答应让我留下来，多亏了你。其实是你哥心疼你，他看你认定了裴少帅，当然不会为难你了。他就是嘴上不说。嫂子，虽然我嫌我哥烦，还总跟他吵架，但是这一想，以后能见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我其实还挺舍不得的。你要是想你哥了，就多打电话回来。你照顾好自己。哥，这是裴家女中的入学申请，我去学校帮你办好了，你按时报到就行。哥，不是这怎么这么快就办好了？嫂子，快看看。小四，哎，有几件事我必须给你交代清楚。第一，说话做事一定要格外谨慎，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，立马给我拍电报，不能鲁莽行事。第二，跟那小子相处的时候注意分寸，不能单独进入他的房间。第三，不许留宿督军府。我回到上海，马上给你学校打电话核查情况。哥，你怎么跟个老头一样啰里吧嗦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监狱，你用得着像看犯人一样吗？我还有没有点自由啊？当然有，在我允许的情况下，你做什么都行。嫂子，小四，既然你选择了他，以后的路绝对不会风平浪静，值不值得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哥要说的是，以后谁要是欺负你，回到哥身边来，有哥在，不会让你受委屈。哎，哥。哥，谢谢你。
司令，吴副司令发来电报，说司令部查出了不少徐伯军的奸细，火车站那几个人也抓起来了，现在还在继续排查当中。进去说。你俩在看什么？这些都是从函谷关逃难过来的难民。裴勋和徐伯军开战，周围的县城都空了。北边有裴勋的部队，南边是徐伯军和革命军对峙，他们没有地方可去，只能逃往上海方向。都怪我。是裴勋和徐伯军不顾百姓死活。我逼徐伯军下野，就是为了保住我自己上海王的位子。徐伯军和裴勋交战，是为了保住他们自己的地位。我终于明白廖先生那句话：如果有一天我坐到了徐伯军的位子上，可能会变得和他一样。哎呦，老爷，哎呀，医生让您卧床休息，您怎么起来了呀？孩子回来了，我要去接他。哎呦，不行啊，那块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，您这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啊？哎呦，老爷，您坐下歇会儿啊。孩子一个人在外面出生入死，我没能帮得上忙。现在孩子凯旋了，我要去接他。老爷，您这……司令，老吴，一路上还顺利吧？很顺利，多亏了你和老傅。好。爸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的女儿长大了，有勇有谋。我们回去吧。哎，具体的我们回去再说。伯父，医生，叫医生，叫医生！伯父，呼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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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伯父，谭司令，伯父。我把婉清交给你了，爸。别说话了，伯父。婉清，有谭司令护着你，爸爸放心。到了那边，我会和冰清、远航一起。等着喝你们的喜酒。爸，伯父，你先别说话了啊！爸，老爷，爸，你醒醒吧！
个刺客明明是冲我来的，可是没想到，不怪你，不然爸爸也不会把我托付给你。婉清，婉清，我不想再等了，我想每时每刻都陪在你身边，保护你，照顾你，一刻都不让你离开我。我们结婚吧，完成你爸爸的遗愿，好吗？可是爸爸才刚走，我还在守孝。我知道，穆伯父的仇我一定会报。但是他也说了，在那边等着喝我们的喜酒。我们别让他等太久，好吗？司令，那个下人的身份已经查到了。谁？是越城人，应该是徐伯钧的手下。我就知道是他。在北京的时候有日本人护着，我就没干掉他。这次我一定要杀了他，我就杀了他！不是，司令，你干什么？我要去杀了他。他能乔装去北京，我就不能乔装去越城吗？这次我一定杀了他！哎，司令，你冷静点，穆老板已经死，徐伯钧肯定有了防范。韩森，你给我滚开！今天谁拦我都不好使！不是，司令，司令，那杀了我之后呢？你还能活着回来吗？爸爸才把我托付给你，你现在自己就要去寻死。你说好要娶我的，你现在就忘了吗？我没忘。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要是你都不在了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了，不会再让你担心了。对不起。10年前的仇我们已经报了，这一次迟早也会报的。好。接婉清和谭玄林的时候遇刺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少帅，你要的资料。徐远在吗？好几天没见着了。我们排查了穆家所有的下人，目前没有发现可疑的。看来只有婉清在外出的时候派人保护还是不够的，家里也不安全。让老夫挑几个靠谱的兵，进驻穆家，一定要保证婉清的安全。哦，对了，廖先生刚才来电话，他昨天已经从北京到达上海，就住在理查饭店。他说想约您抽空一起见个面。好，这次能扳倒徐伯钧，多亏廖先生帮忙。你帮我告诉他，我处理完穆家的事，立马去找他。哦，还有，香港那边来电话，说是穆婉婷买了回上海的船票，并且胳膊上还缠了黑纱，应该是要回来奔丧。我答应过闵大成，会关照他。如果他真的只是回来奔丧的话，不必为难他。姐姐，婉清，我听说你爸遇刺的消息之后，一时情急赶了回来，没来得及跟你说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在香港的生活，
多谢谭司令托人照顾我，谢谢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对你亲生父亲的承诺。婉清，我能去看一下我以前住的房间吗？当然可以了。要是这些家具你喜欢，我可以送到你现在的住处。不必了，我看看就好。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和我开口。你和谭司令也好事将近了吧？是啊。恭喜你们。既然你已经祭拜过穆伯父了，不如先送你回去。这里相册还有一些我母亲的照片，我想带回去。请便。说起来，他也挺可怜的，毕竟崔莲凤做的那些事情，他都不知情。所以崔莲凤付出了性命的代价，而他只是失去了交好的资本。和他对你用的那些恶毒手段相比，他现在这处境，惩罚都算不上，又何来可怜？你还真是铁石心肠啊！对所有伤害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在看什么呢？再看你小时候的照片，太可爱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穆婉婷这次回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以前的大小姐脾气都没有了，倒是低调了很多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觉得，她没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洗心革面，你还是小心为好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谁都不能伤害你。哎，这个是许光耀吗？啊，这是他10岁的时候来家里做客拍的。哦，他10岁就认识你了是吧？不是，好像是9岁。认识早有什么用？你还不是我的女人。那你还吃醋？谁吃醋了？你呀。我。那他认识你10几年，我才认识你几个月，应该吃醋的是他吧？只不过，
这样的合影我们都没照过。那等我们以后结婚了，这样的合照不是想拍就拍啊？从我们2个人年轻的时候到老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有孩子有孙子，我们每一年都照全家福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们这一辈子每时每刻都把它记录下来，好吗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老爷的书房里还有些文件，我不知道哪些是要用的，哪些是要处理掉，你要不要过来看看？我马上就来。是。我先过去了。好。今天下午谭司令有打电话过来吗？请接司令部。请稍等。司令，您不跟穆小姐一块儿吃饭了？不吃了。为什么？回去吧。行。我托阿廖沙打听了，这个谢尔盖·奥涅金娜是当年逃入中国的沙皇士兵，参加过日俄战争，是有名的神枪手。在门口守着。好。Это командир Тан. Командир Тан хочет узнать,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каких влиятельных людей ты обеспечивал. Были ли опасности? У тебя есть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е резюме на должности телохранителя командира. Я охранял хозяина Ду из Гуандуна, командира Чан из Шандуня, хозяина Му из Шанхая и так далее. 他说他来中国已经10几年了，负责过很多商界的大人物，比如广东的杜老板、山东的张司令，还有上海商会会长穆先生等等。广东、山东的我不感兴趣。你给我仔细说说，你是怎么保护穆老板的？ Чтобы наша команда могла обеспечи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опроводить хозяина Му.他说，他们当时从江浦上岸的时候，发现了另一伙军人，
穆老板认出来那是罗督军的人，而穆老板押送的却是许督军的货物。双方交战，是敌我关系。穆老板为了安全起见，趁这伙人一字纵队进入商贾的时候，下令开枪，无人生还。司令，是我。刘先生，我是不是做梦了？脉跳得这么快？司令，您可吓死我们了！您在梦里一直在喊老司令。原来是梦啊！我刚才梦见俄国人，说是他们开的枪。原来不是梦啊！司令，刚才穆小姐来电话了，告诉她我有事，不让任何人打扰。可是穆公馆还在筹备你们的婚礼啊，那他打电话过来就是让我休息一会儿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司令，出去！走吧。廖先生，那个洋鬼子到底和司令说了什么？你们司令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坎儿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廖先生？司令从穆家回来就一直不对劲儿。还是别问了，他想说的话，自然会告诉你们。
好看，穆小姐，这套婚纱好适合你啊。哦，不过这个腰可以再紧1寸，会显得线条更好。好。顾小姐，你们公司有没有男演员和玄灵身高相仿？啊？为什么问这个啊？再过2天你就是司令夫人了，还追男明星啊？我哪里追什么男明星？只是今天要试礼服，但是玄灵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还有这个，打电话到司令部也没有人接，我就想找人替他试一试。奇怪了，小叔叔答应的事情从来都不失约的。是啊，以前徐伯君天天盯着，坐在火药桶上也不失约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了。没事，你先别多想，也许他临时有事耽搁了呢。耽搁了倒不怕，我就怕他有事瞒着我。那你怎么不去问他呢？他说让我无条件相信他，我要是追问他，倒是显得我小题大做了。要不还有这里，我替你去找找他，看看他到底在忙什么。也好，你替我去问问他，是不是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。好。通常小叔叔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不是在司令部睡大觉，就是在靶场打枪。我去看看吧。别着急啊。顾小姐，苏少帅回来了，在门口找您。他回上海了？那我先去了。司令，你休息会儿吧，都打了几百发了。双儿小姐，你快劝劝司令吧，我怎么说都不听。好。去司令部找你，问谁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。我一猜就是在靶场。怎么样？虽然只是小时候和你南征北战时摸过枪，但是这么多年不打，我这准头还不错吧？小叔叔，你等一下。你和穆小姐之间到底怎么了？都要结婚了，你们到底在闹什么别扭啊？她还好吗？当然不好，她还以为你故意躲着她呢。本来女孩子嫁人的时候就容易敏感，你还这样对她，她心里能好受吗？双儿，你说。算了，你帮不了我。哎，司令，你刚才闷头打靶，现在又闷头喝酒，你倒是和我说句话呀，小叔叔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没见你喝这么多过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让你难成这样啊？双儿，你知道这个混老天干什么了吗？他给你一块蛋糕，却掺杂着砒霜。你说，我吃还是不吃？什么一块蛋糕一口砒霜的，什么意思啊？
小心。慢点，慢点啊，小心台阶。好。通常小叔叔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不是在司令部睡大觉，就是在靶场打枪。我去看看吧。备车去司令部。我知道你难受啊，可是万晴，我心里也难受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我本来以为我们之间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都能一起解决。小叔叔，你醉了。哎，我想过无数种可能，不管不顾的去跟你在一起，但是我每次想到这儿，我的心就很难过。小叔叔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是我所有的牵挂。以前我真的想过，这辈子就这么不远不近的陪在你身边。不过你现在有了穆小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为一个女孩喝醉成这个样子。你对她的感情一定很深吧？你们两个呢，很般配。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她。12小姐，苏少帅来了，在下面吵着要见你。哦，好，我马上下去。对不起啊，晚上你约我的事，
我给忙忘了。你跟我说今天下午有事要忙，就是陪那个姓谭的花天酒地、醉生梦死是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小叔叔不是这种人，我也不是这种人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？跟我一样，他配吗？我至少不可能要在结婚的时候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，更不可能不顾及你的名誉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我和小叔叔是一家人，是亲人，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。一家人，一个姓谭，一个姓顾，你告诉我是一家人？来，你现在就把那个姓谭的给我叫下来！我倒要问问他，马上就要和穆婉清结婚了，为什么要招惹我宋红琛的女人？你给我下来！那个，谁是你的女人了？你自己认的，我可没认啊。报也报了，坠子也收了，你现在跟我说不认？报是你要报的，坠子也是你塞给我的，我凭什么要认？你就那么离不开那个谭玄龄是吧？我一片真心，你当成驴肝肺，愿意跟他这个有妇之夫暧昧不清？你来的正好，我告诉你啊，赶紧去管管你家那个沾花惹草的未婚夫。双儿小姐，司令这次真是喝多了，连胆汁都吐出来了。没事，我来照顾他吧。嗯。小叔叔，你醒了。哎，穆小姐，那个我们司令已经睡了，你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。哎，穆小姐，哎，穆小姐，穆小姐，小叔叔他喝多了。顾小姐，真是麻烦你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来照顾他。哦，好。哎，你留下。啊，小叔叔。我来都来了，你还麻烦人家顾小姐干什么？谭四，在，送他回去。是。我不回去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不然你不会对我这个样子的。我没事，你想多了。那天你在我家里突然就走了，之后市里服又失约，现在又喝成这个样子。你还非要顾小姐留下来照顾你？双儿是我的家人。难道只有你能不眠不休地照顾你青梅竹马的徐光耀，就不能我亲手养大的双儿照顾我吗？所以你是在和我翻旧账吗？没有没有，穆小姐。小叔叔他喝醉了，说胡话呢。我没翻旧账，实话实说。
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约法3章的第1条是什么？好，你不说，我说。第1条就是，既然互相合作，就要彼此信任。信任个屁！你半夜闯到我办公室来，不就是不信任我？我没有不信任你，我是真的想留下来照顾你。如果你一定要顾小姐留下，可以，我可以走，但你得告诉我理由啊。所以你是不打算告诉我实话了，是吗？你曾经告诉过我，真正的信任是在彼此看不到的地方，依然选择相信对方。所以这一次，我还是相信你。我相信你突然的冷淡是有原因的。但如果我们还有机会成为夫妻，我希望你能让我看到你的一切。顾小姐，那就有劳了。我。小叔叔，你干嘛呀？你们之间到底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为什么要那样说？你别这样折磨自己了。双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原本以为不信命的，我觉得我做什么都没有问题，什么都难不倒我。但是现在，你走吧，我睡了。那你好好休息。穆小姐，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顾小姐呢？顾小姐要照顾谭司令，恐怕没有时间见你。穆婉清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他谭玄龄还没跟你结婚呢，这就敢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了？你就这么惯着他？顾小姐和谭司令是亲人，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。完了完了！你是彻底被那个谭玄龄给洗脑了吧？我和谭司令之间更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。穆婉清，你怎么这么不识好人心呢？谭玄龄他什么人？他是一个马匪土包子，你一个弱女子能拿捏得住吗？你当初为了他拒绝了光耀，现在他原形毕露，你不仅自作自受，还连累了我。要是顾小姐对你有意，会用我来连累你吗？你不可理喻。她这么做肯定是有她的原因，你放心，他们俩之间不会有事。这叫没事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我说没事就是没事，我有这个自信，难道你没有吗？自信，我当然是有的。那就赶紧回去，别
别把事情闹大，否则你和顾小姐更没有戏。不可理喻！开车。你说我是你的女人，我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。大小姐回来了。你没事早点下去休息吧。哎，夜深了，你也早点歇着吧。穆管家，那天谭司令有没有说什么？谭司令也没说什么，就是一直在看照片。不过他问了2句照片的事。你把他那天看的相册全部给我。哎，谭司令看的是哪本相册？是这本。他看的哪张照片？就是老爷年轻时押货时的一张照片，是和洋人一起拍的。就是这张。大小姐，顾小姐来了。顾小姐，快过来。穆小姐，我今天去找小叔叔，看他实在心情不好，就陪他喝了几杯。你别怪我啊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我谢谢你都来不及。要不是你陪着他，他一个人喝酒，我也放心不下。真的？你不怪我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刚问了谭四，他说这2天小叔叔经常和一位姓廖的先生见面。你说这几天他这么反常，会不会和这位廖先生有关啊？廖先生？在这尔虞我诈、血雨腥风的年代，会把我们每个人都裹在其中。倾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。是他？你认识他？顾小姐，这个廖先生的身份呢，非同寻常，你一定不要掺和他的事，也不要去打听。可是，听我的，知道了吗？哦。妈，玄灵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对我的态度就变了。你说这男人是不是就是这么善变，就是这么让人琢磨不透啊？你曾经告诉过我，真正的信任是在彼此看不到的地方，依然选择相信对方。所以这一次，我还是相信你。司令，廖先生到了。廖先生，玄林，
那批货已经过青岛了，3天之内就应该到上海。我会安排的。那你跟穆小姐的事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。那穆姑娘当时只是个孩子，就算穆志远做了什么错事，那跟她也没关系呀。这既然你们这么相爱，那为什么不让父辈的恩怨到此为止呢？我不是没有想过，但一辈子这么长，我如果不管不顾的就娶了她，这根刺会一直横在我们中间。我怕我会伤害她。我答应过她，我这一辈子要爱她，保护她。如果我做不到，我不能娶她。廖先生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你说。我想让您帮我找一下谢尔盖洋枪队当年的队员，因为这件事对我太重要了，我不敢相信他的一面之词。你放心，只要这帮人还活着，我一个不少的给你找来。婉婷来了。婉清，坐。怎么样，都安顿好了吗？嗯，都挺好的。谭司令给我找的公寓也不错，生活也很便利。那就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和我说。嗯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我从香港给你带的杏仁饼。我上次忘记拿了，这回也带给你和谭司令尝一尝。谢谢婉婷，有心了。哎，谭司令呢？他还没有搬过来。我们两个这不还没有成婚吗？他要是现在就搬进来，难免人家说闲话。怎么，你找他有事啊？啊，没事儿，就是他帮我这么大忙，也想当面谢谢他。哎，你们的婚期定了吗？我还给你们提前准备贺礼啊。快了，但是最近他忙，得等他忙完以后再定。也是，现在全上海都归他管了，忙点也正常。好了，不要总说我们两个了，说说你啊，什么时候回香港？我呢，在香港的生活也不太适应，所以还是想回到上海来。留在上海？那有什么打算？婉清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看看能不能在穆家的商会或者码头，给我一份工作。我不怕苦，也不怕累的，只要能让我自食其力就行。我在华商总会倒是缺一个秘书，你对穆家熟悉，脸面上也过得去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不过我有言在先啊。我只能给你市场上的薪水，而且你只做秘书的工作，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。当然了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也不勉强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婉清，太谢谢你了。没事。约瑟夫先生打来电话，说在理查饭店已经订好了包厢。徐伯君一下野，这帮租界的洋人对咱们还真是客气了，就连沪上的老板都开始巴结咱们了。没什么好得意的，墙头草罢了。小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
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头不疼了？不疼了，我要去租界跟洋人谈点事。哦，我还给你炖了汤呢。放这儿吧，我回来喝。嗯。哎，你是又要去找那个费安顿吗？这回不是费安顿，是犹太商人约瑟夫。约瑟夫我认识啊，我马上要上映的新电影《春闺梦里人》有他的投资，要不我陪你去吧？你不是不喜欢和洋人谈事吗？这不有你在吗？他们又占不了我便宜。我警告你啊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别掺和。怎么没关系了？我还想下部戏他给我投点钱呢。现在局势不稳，我们公司老板全家都要迁往香港了，对电影也不上心，这估计以后都指望不上了。也行，那你就跟我去。如果别人问起来，你就说我帮你约了约瑟夫，谈电影投资的事。真的？嗯。好，走吧。走。谭司令带着顾小姐去了理查饭店。理查饭店，他是去见费安顿的吗？我派人去打听了一下，包厢是约瑟夫订的。约瑟夫，这约瑟夫也是个铁公鸡，说投资我的电影，却拿一批滞销的体育器材来充数。不就是体育器材吗？我全要了，正好给咱们民团的兄弟活动筋骨。哎，小叔叔，你刚问约瑟夫借码头的仓库干嘛呀？你要做生意吗？帮一个朋友。是那个廖先生吗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哦。司令，我们后面好像有个小尾巴。看来徐伯钧的人清除的不够彻底嘛，正好借此机会一网打尽。您好。您好，我是日升公司的，我需要一间外滩码头的仓库。听说贵公司有空置的仓库对外出租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租给我？抱歉，先生，我们这几天的仓库都预定完了。现在也不是旺季，怎么会这么的紧俏？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预约登记，确实是没有空余的仓库了。接一下，对，别住了。司令，来，小心点啊！来，来，我是上海司令谭玄林，有什么事吗？谭司令，有人举报你这批货物里有违禁品，请接受检查。这里怎么能有违禁品？违禁品？证据呢？谭司令，为了租界安全，请你配合检查。好看吗？带走。是。走。这我配不配合有什么区别？Open this case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
放开我！该查的都查了，违禁品呢？我向你道歉，我们太唐突了，都有得罪。算了，你们也是为了租界的安全考虑。不过下次要再有人说我私藏什么违禁品，那就是恶作剧了，别理会就是。以后我们肯定会确定真实性。麻烦了。Let's go。司令，怎么样？想的没错，果然冒出了不少漏网之鱼，少说也抓了10几个。廖先生的船2天后才到，司令虚晃一枪，就炸出这么多奸细。后天中午12点船到上海，你安排好了吗？我们在哪个码头靠岸？从安全上来讲，木家码头有你的民团驻守，肯定是万无一失。不能用木家码头。既然是英国的货轮，就外滩码头吧。这外滩码头属于租界，你的兵进不去，安全吗？这远东最大的商人约瑟夫在外滩码头有10几个泊位，而且自从上次他被卷入庆功宴刺杀之后，我派我民团的兄弟保护他，他应该会给我这个面子。我明白你的心思，可是现在全上海都以为你要跟穆小姐结婚，这如果不用穆家码头，难免会令人怀疑的。约瑟夫已经答应把码头借给我，我自有安排。不。喂，司令，顾小姐出事了。告诉你啊，把钱还了，赶快还钱！我再说一遍，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。哎，耍赖是吧？你别以为你是大明星就了不起啊！说到底，你就是个不入流的戏子，真把自己当少奶奶了你！一个拍戏的能傍上谭司令，还不是男女之间见不得光那点事儿啊！啊！可不是嘛！我看谁敢在这撒野啊！各位可都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为什么要为难一个弱女子？不觉得有点不要脸吗？谭司令，那大华公司欠我们的钱怎么办呢？我们影院也有员工要养，我们这些人也是要吃饭的呀。是啊，是啊。大华欠我们钱的老板跑了，他是大华的股东，我们不找他找谁啊？对，反正今天账不结清，我们是不会放他的芯片的。对。好啊，今天不还钱不行，必须还钱。对，你们不就是要钱吗？只要我把你们的债给还清了，就没什么问题了，对吧？能钱，行啊。我谭玄林以上海司令的名义在向你们担保，大华公司欠你们的钱由穆家商会承担。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必须要放他的电影。那谭司令此话当真？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去穆家商会求证啊。哎，谭司令，怎么回事？哎，玄林。这是，我是来交代你件事的。大华电影公司的老板跑了，欠了各家电影院一笔钱，双儿的新片也要上了，必须先把欠款结清。人我带来了，你安排一下。我安排什么？这件事情好像和我穆家商会没有关系吧？是，本来没有关系，但是我答应了各位老板，大华公司欠的钱由穆家商会承担。凭什么？没有凭什么，我只是来通知你的。有钱也不能乱花，我问你的是为什么要我来还？因为双儿的新戏要上了，不还钱就上不了，你明白了吗？
是不支持顾小姐的电影，只是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不管其他的，我就问你能不能快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是这次给了钱，那大华公司其他债务怎么办？他的员工是不是都要来找我？他其他债主是不是也要来找我？这个口我真的开不了。我懂了，在穆家，我说了不算，对吗？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讲道理。我上海堂堂的司令，做不了你穆家的主吗？真当我吃软饭的了？